对云如歌体内的毒以及他泥丸宫内的阵法，叶晨一时间都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这也让叶晨意识到自己与吴飞燕还有着非常大的差距。这次长胜博自爆，自己虽然靠着林婉儿送给自己的戒指侥幸逃过一劫，但如果吴飞燕真的派3名马上就要打通泥丸宫的高手来金陵，那自己恐怕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就算有林婉儿的戒指又如何，到时候只会把林婉儿一起害了。至于吴飞燕，她100余年前就已经打开了泥丸宫，现如今的修为深不可测，至少比自己领先了100多甚至200-300年，所以吴飞燕要是亲自前来，自己恐怕更没活命的可能。想到这里，叶晨也不禁庆幸，若不是自己当初在墨西哥偶然间救了落难的江老太太母子2人，又怎会有机会得到孟老祖的画像？若是手里没有这张孟老祖的画像，想唱这出空城计也自然成了痴人说梦。那样的话，自己根本无力阻止3大长老前来金陵。叶晨心中也不由得暗暗发誓，若是这次能够唬住吴飞燕，一定要好好感谢江老太太带给自己的这场机缘。若是江老太太有需要，将来自己再给她1颗回春丹作为答谢。打定主意后，叶晨看向云如歌，有些抱歉地说道：抱歉云小姐，我虽然能治好你的伤，也能慢慢恢复你的修为，但一时间还真的没办法破解你体内的毒，以及你泥丸宫内的阵法。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我一定会尽量想办法。云如歌知道叶晨是在安慰自己，不过他心里也并不失望，毕竟自己在爆炸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远离英主，度过残生。现如今身体得到很大恢复，叶晨又许诺能帮自己慢慢恢复修为，这已经是远超预期了，哪还敢奢求能够解毒和阵法？于是他非常感激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不必向在下道歉，您能帮助在下疗伤，在下已经感激不尽。至于解毒和阵法，在下自己也不敢奢望，能好好过完剩下的这2年，在下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叶晨看着他，非常认真地说道：实在不行，2年之后我还有一个办法，虽然未必能破你体内阵法，但至少有80%把握能解你体内的毒。云如歌听到这里，眼眸之中瞬间闪过一丝激动，而这时叶晨话锋一转，非常严肃地说道：不过云小家，这个办法虽然有80%的成功率，但也可能给你带来巨大的痛苦，若是失败了，这痛苦便是无妄之灾，不知你是否愿意冒险？云如歌激动不已地说道：叶先生，莫说有80%机会，就算只有1%机会，哪怕让在下过刀山火海，在下也愿意试。叶晨点了点头，认真道：我不妨告诉你这个方法，我有一种丹药名曰重塑丹，只要人的大脑还没死亡，就算躯体已经变成烂泥，重塑丹也能帮其重塑出一副完整的躯体。我方才看过云小姐你体内的毒素，基本都在你的经脉与丹田以及5脏6腑，届时我可以将你所有中毒的地方全部斩尽，再将重塑丹放入你口中，让其帮助你的身体重塑。一旦重塑完成，我相信这些毒素应该就不复存在了。云如歌听到这里，又惊又喜地问道：叶先生，您真有如此神药？叶晨淡然道：我能毫发无损地在这里与你说话，就是因为服用了重塑丹。云如歌瞪大眼睛，激动得忍不住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毕恭毕敬地说道：叶先生，若您愿用此神药帮助在下，在下发誓，此生此世唯您马首是瞻，便是您让在下去死，在下也绝无二话。叶晨伸手将他搀扶起来，表情肃穆地朗声道：我的目标是亲手杀掉吴飞燕，替我父母报仇。你若是愿意追随我，便要与吴飞燕为敌，你能做到吗？云如歌咬牙道：叶先生放心，吴飞燕阴狠毒辣，不但用毒素操控在下数十年，甚至把在下打造成人肉炸弹，在下与他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叶晨轻轻点了点头，道：好，若是2年后我能帮你解了体内的毒，
那将来如果我有幸打开泥丸宫，我也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移出泥丸宫中的阵法。待吴飞燕死后，你便是彻底的自由身，无论去哪，我叶晨绝不干涉，这是我今日给你的承诺。”云如歌双手抱拳，感激地说道：“谢谢叶先生大义。”此时外面天色已经亮起，叶晨对云如歌说道：“云小姐，稍后我让人带你去山下的香榭丽温泉，让人在那里给你安排一个房间暂时落脚。你体内目前还有一个威力极大的阵法，所以我需要你时刻做好撤离的准备。如果我的空城计失败，三大长老还是来了金陵，那我就让人送你去一个安全的无人之地，以免万一那三大长老有办法引爆你的阵法。”云如歌点了点头，恭敬说道：“在下一切悉听叶先生安排。”一旁的林婉儿想了想，开口道：“公子，奴家觉得公子要想办法监控一下从阿根廷起飞前往华夏的所有民用飞机，包括客机和货机。阿根廷距离华夏极远，两国目前没有直飞的航班，若是有航班申请了飞金陵的航线，便重点关注一下该航班的航路图，实时监控对方行踪。一旦公子的空城计唱完，还有从阿根廷来的飞机直奔金陵，那就一定要小心对待了。如果公子的空城计唱过之后，某架原本要来华夏的飞机忽然掉头回去，那这架飞机可能就是三大长老乘坐的那一架。”叶晨赞同的点头说道：“监控飞机确实是个好主意，当初我就是用这个办法锁定了对方的一个航运公司，继而才在北都见到了林小姐。”林婉儿微微笑道：“奴家也猜到公子应该用的这个办法，只有这个办法能够掌握萧齐卫以及死士的动向。”这时云如歌忽然开口道：“公子，若是能锁定三大长老乘坐的飞机，想办法把飞机击落，那岂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将三大长老尽数击杀？”叶晨与林婉儿几乎同时开口：“万万不可！”叶晨说完，见林婉儿与自己反应一样，便问她：“林小姐怎么看？”林婉儿认真道：“无论任何情况，出手击落民用客机都是恐怖行为，是绝对不可取的，而且会遭到全世界的鄙视和讨伐。公子行事要无愧于心，这种事绝不可取。”叶晨也赞同地说道：“男子汉大丈夫，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这种事情绝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云如歌顿时羞愧不已，连忙道：“对不起叶先生，林小姐，是在下太想当然了，在下只是觉得三大长老若是都在一架飞机上，击落飞机或许是一次斩杀他们三人最好的办法，但没想过这种做法确实很不合适，还请叶先生与林小姐原谅。”叶晨点了点头，开口道：“今日的目标只是下注吴飞燕，逼他退兵，切莫贪心。只要这个目标成功达成，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吴飞燕绝不敢在金陵造次放肆，这样就能争取更多的时间卧薪尝胆，提高实力。说不定等他识破这场空城计，再次将三大长老派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将他们三人永远留在金陵的实力。”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